看完电影以后最大的感觉，就是亚洲父母比较不能接受小孩会长大这件事情。这个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。Hey everybody, my name is Nick. I'm a director living in Taiwan, and today I'm here with my friend Ariel. Hi, 大家好。 She is a Disney scholar, so I invited her to talk with me about the film Turning Red.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用中文，所以如果你要看字幕，你可以就是按那个。All right. 所以你对这些 Disney 的东西很有兴趣，对吧？然后为什么你那么喜欢 Disney？可能我从小开始看，然后我觉得Disney 的想法跟他们想要传达的意思一直在改变。对，他们从一个非常非常公主啊，非常只要 happy ending 的这样子的公司，然后当然他们有保有他们的 happy ending， 但是他们就是在这些年可能加上皮克斯，加上很多很多新的元素，对，然后也找到了很多不同的题材，不再只是就是公主啊，或是狮子王这样子的传统的故事。可是所以你现在看那些比较老一点的影片，那些公主的，你会觉得比较保守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我会觉得有时候有一点好笑。就是哇，我看到你我就爱上你了，对，然后我眼里就只有你了，然后或是就是 one dance， 然后你就会爱这个人，对，爱死了。坏人都坏得很奇怪，就是我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，你比我漂亮，我就要杀死你，这个 make no sense for me。对，然后或是对，就是他们有很多事情，现在想起来会觉得有一点好笑。可是你还是喜欢看那些老的？还是喜欢，那是小时候的记忆。但是我觉得他们慢慢的就是越来越不一样。今天来讲那个 Turning Red。Yes。然后这部电影是关于什么？他是在讲一个就是华裔的女生，应该13岁，就是准备要青春期的时候，然后她在多伦多生活。然后他在这个电影里面，他就是在讲这个多伦多的华人社区的故事。发现他就是突然有一天，就是会变成一个红色的熊猫，Red Panda， 对，然后而且他是真的有这个动物。那天查了 Google， 发现它是一个真的动物，我以为是假的，真的。对，然后他就在突然变成之后呢，他发现只要他冷静的时候，这个他会变成原本的妹妹，但是他只要一生气一激动，他就会变成红色的熊猫，对。然后他发现他让他生气的时候，妈妈是会让他更生气的，right？ 对，因为妈妈就是没有经过他的同意，做了很多让他觉得很丢脸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都有青春期的时期，就特别想要跟你的家长就是不要发现我在做什么，然后反而他的朋友就是他有4个最好的朋友，3个对，3个最好的朋友看到他之后就给他拥抱，说哇 Red Panda 好可爱哦，这样子，那他就冷静下来了，对。然后这个故事就继续下去之后呢，下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，他的妈妈有一天发现他这个 Red Panda 的身份之后，跟他讲说，我也是。这个胸毛的意思可能是讲 puberty， 就是你变大，你可能就是比较不听你爸妈的话，然后想做自己的，对。可是你就会变得有一点疯了，对，因为里面就是有很多场景是我看到我都觉得好不舒服哦。譬如说他妈妈以为他的生理期来了， right， 然后就拿着那个卫生棉，这好像是第一次迪士尼的电影里面有卫生棉这个东西。对，然后他妈妈拿到学校说你的卫生棉，然后就觉得天哪，因为以前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带这种东西也是要把它藏起来的， right。 然后男生如果看到会觉得很奇怪啊，对，会拿来笑你说你带卫生棉这样，然后我就不敢想象那个妈妈拿到学校的那个样子，
对，然后他喜欢的那个偶像是 like Four Town。Right， 然后妈妈也是非常非常的反对，其实跟不喜欢的。对，所以你跟我说这部电影你觉得是比较女性的，对，我看了也是，因为我看一些卫生棉的，然后那个喜欢的偶像的那部分，对我的生活来说，就我没有这个经验。真的。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你没有偶像崇拜的经验？其实不，我觉得不一样。OK。其实我没有，对。所以我很有。对啊，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有。对。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有一点有意思，因为大部分的电影是可能是用男生的看法做的，可是这个是用女生的想法做的，所以我觉得给小朋友看着可能是很好，因为有一些小男孩看这部电影，他们之后可能知道卫生棉是什么，然后女生来学校，他们可能不笑他，对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，对，所以我觉得 Disney 一定有这个想法，对，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另外就是这部电影也是关于，就是他们是拍一些加拿大的华人的生活。我看了一些影评说，他好像就是写导演的故事，导演小时候的故事，所以我其实觉得他的亚洲的元素是好像真的比较真实，就是跟一些譬如说 Marvel 的一些电影，譬如说你是说香气的吗？之类的，就会觉得那个亚洲的元素好像隔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对。但是这一次的亚洲的元素，我觉得非常真实，像里面有很多的包子然后他们拍他们煮饭的东西，真的看起来很准的，对。然后他们吃的东西，还有那些建筑画的建筑，然后我看到很多很象征亚洲的东西，譬如说有灯笼，然后有那个鲤鱼、锦鲤，就是都是象征吉利的，就是有很多亚洲的元素，我觉得看了不会觉得不舒服或是怪怪的。很多这种小细节，我都觉得导演很用心。他把它放得很轻轻松松的，对，他不是特别把这个很华人的东西就是跳出来强调，对，他好像就是真的告诉你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。那他可能比较夸张的想要说的就是那个 Red Panda 吧，对，就是这个 Panda 的这个意象呢，我觉得也比较好。它是用 Red Panda， 它不是用好像你会直接想到中国的黑色白色的那种 Panda。你只要想到中国，你会想到 Panda 跟 Bamboo 吗？ Right。对啊，就是好像他们是一个 set。但是他用 Red Panda， 它是完全就是我觉得西方也不熟悉，其实华人我们也不熟悉的一种动物。好，那有一些人有批评这部电影，因为他们说他们讲这些 sex 的东西太多，或是他们就讲那个月经的，或是他喜欢男生的，对，然后这不适合给小孩看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同意，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性的东西，但是它就是真实呈现，青春期会发生的事情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他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隐晦了，他并不是告诉你，他身体起了什么变化， Right， 他不是突然他的胸部膨出来，然后男生长了很多的胡子， right， 他也不是，就是他没有很明显，他其实讲的非常非常的卡通，对，非常的动画，所以他可能是譬如说他突然尾巴砰长出来，然后突然身体就变成很多的毛，就是代表你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变，对，可是他又是用动物，而且是一个你生气的时候才会看到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他已经非常非常的隐藏到小孩是可以接受的。对，所以如果他们还不懂，他们不会想的太多，他不会想太多，然后如果你知道，你就知道。对，我觉得，而且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看电影，就说小孩不可以看这个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其实你都可以跟你的小孩讨论。对啊，因为他们这些东西，他们一定会在他们身上就会发现的，是，所以你本来也要讨论这个。对，所以如果是早一点的话，你还是可以先
容他们对准备，就说哦，你知道你可能老一点，你会有一个月经或是什么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，然后不会不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多跟你的小孩就是讨论的话是 OK 的，是不要怕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是那种小朋友12岁以下小朋友，他可能看到会觉得啊，他就是动物。可是如果跟美美一样是13岁到15岁，可能你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但是不太懂。对，但是好像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但是到我的年纪，我就说啊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对，这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，并不会像有一些影评说的，他不能给小孩看。可能影评的年纪是我们的年纪，所以他会觉得啊，这里是暗示，这里是什么什么。对对对。但是其实我觉得很不明显哎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多小孩不会发现这件事，所以你不要怕。对，他还好像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动物，然后突然长毛了，或者是尾巴跑出来了，对，突然变大只了的感觉，对啊。所以你还有什么？你看这部电影，你有什么你很喜欢的地方吗？我很喜欢的地方，可能有一点不开心的地方，就是我觉得他一边是非常非常的隐藏，就是这些青春期的东西；一方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告诉你亚洲父母会给你的压力。这个好像是我看完电影以后最大的感觉，就是亚洲父母比较不能接受小孩会长大这件事情。这个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。对。就是他妈妈告诉他说，我们家就是是开一个庙宇的，所以你长大以后，你就是要帮忙，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样子，你要成绩很好，就是这真的是亚洲父母我觉得非常典型 typical 非常典型的一种他们会给你的压力。对，尤其是妈妈。因为在我的家完全也是妈妈一模一样，然后我爸就是很糗这样，对，但是就是完全就是妈妈会掌握这一切，然后妹妹会把她的考不好的考卷 B+ 的那个考卷藏在床的底下，然后自己有社团活动，她不是变成熊猫以后表演赚钱，完全不敢告诉妈妈，对，然后。他想要去参加演唱会，他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演唱会，但是妈妈也说你就是去数学的，好像是一个数学的社团吗？对，你要去练习，所以你不可以去唱歌，你不可以开心的感觉，对。然后妈妈觉得他知道什么是对他最好的，那妹妹不可以有自己的选择。在13岁的时候，我不晓得是不是在美国13岁你已经是一个大小孩了。不一定，可是比较，他也不，我觉得我的爸妈的话，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就让我去这些演唱会的这些，他就是很想要我去跟朋友玩，对，他看这个才会开心，他就觉得你越来越大，你可能要跟别人不要一直在家里，对，他们就会这样，他对你不要在家里，对啊，如果我在家里，如果我一直在家里，我妈就会觉得你要找朋友是什么，你不可以一直在家，就是可能是玩电动什么的，你就要去找朋友，不要当宅男，对，他们很在意这个。对啊，就是可是，在亚洲父母，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写实的，然后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是他妈妈是回到了那个回到了他的小时候，就是妈妈其实也很害怕外婆，对，所以妈妈大家都一样，对，然后妈妈就是变成一个小女孩的样子，然后一直在哭，就是她也想到了她小时候的那个她，然后最后是妹妹，就是我就是不能爆雷，妹妹就是牵着她的妈妈走过这一段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很感人的，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段，有点像 therapy 的。对，很像你的心灵终于得到一个，就是你回到小时候，告诉你的小时候说没有关系，这一切本来就会发生，不是你的错，这种感觉。
如果你有什么电影要我来评论的话，你就可以写个 comment， 然后 like share subscribe and tell your friends。拜拜。拜拜。